我们现在在身后的场景，大家猜一下我们现在在哪里呢？没错，这个地方它是没有车子的。我们现在就在水都威尼斯，开了那么久，终于来到了北意大利了。我们这次在意大利已经10几天了，还没有出去意大利，现在终于来到了这个非常浪漫的地方。出入都是坐船而已，没有在坐车子的。你看像这个呢，它这边我们在这里是海上的 taxi， 也是可以走路沿着这些房子的旁边走的。那我们今天会带大家逛逛整个威尼斯这个古城。西元3、4世纪的时候就已经蓬勃发展他们的商业，一直到现在非常棒的一个城市。我们去了好几个小威尼斯啊，澳门的威尼斯啊，挪威的威尼斯，今天终于来到了真正的威尼斯了 ，Let's go！ 那大家看一下，在威尼斯上呢，它有非常多的交通选择。这台大台的是最便宜的交通船，好像上去一次就是2-3块欧元。然后有那种1日套票25块的，随便的海上巴士都可以搭。然后还有比较贵的啊，像是计程船 taxi 的，或者是贡多拉船，那个有人帮你唱歌的。贡多拉船的话，白天是80块，晚上是100块，那就是看你自己的选择，看你要搭哪一种船，自己来选择咯。在威尼斯这边呢，2月的时候会有很大的面具节，可惜我们来的时间已经太晚了。我们刚可以回深根的时间就已经3月了，所以没有机会无缘参加这个面具节。要的话就要明年再来了。在这个城市呢，他们是没有任何的车子可以做交通，所以他们的运输啊，一样都是以船为主。真的很难想象没有车子的生活，全部都是要以搭船为生，真的是蛮麻烦的。以前在威尼斯这边的时候，还不像现在有那么多桥，这个桥也都是后来才建的。以前的人真的是都是每个人家家户户都一定要有一台船才可以出入。还是贡多拉船界的凯迪拉克，超豪华的，还有这个国王的座位。那其实跟大家说一下，贡多拉船的船夫不是这么好当的，这是只有当地的威尼斯人才可以做这份工作，而且每年的船夫是有限的，通常只会维持在425张牌照，所以它的这个名额是非常的少。所以想要进入这个行业是非常的不容易，每年呢，通常只会有释出不到10个名额，甚至可能只有2-3个而已。那一般来说，这个行业都是家族企业，都是父传子，子传孙，这样一代传一代下去的。这也是保障给在威尼斯这边的船夫们，让他们整年都一定会有工作。这里面呢，它很多都是要穿越像这种小小的道路。那除了是沿着河边走，然后也有像这样在里面的，而且好像蛮多人在里面尿尿的，超臭的。那我们要往这边走，臭哦！大家会小心你的头，我快要撞到了。我没有。那个也有尿尿。大家来到威尼斯这边要小心，这全部都是这种小小的道路，非常容易就在这个城市里面迷路了。那看一下，我们已经穿越了好几个这种小桥，都是这样过一个街而已。那这一条桥呢，也有典故的，在中世纪的威尼斯这边呢，很多的上空女子，她会可能就是站在这个窗户啊，还是在这边游走。所以这条桥它是有乳房桥之称，因为走到这边就会看到很多女生的没有穿衣服的样子。那我们再继续往前啦。威尼斯有很多这种小路，看起来都已经是死路了。但是它这样一个转角过来，就又可以连接到另外一个道路去了。然后
会有这些小桥来连接着整个主要干道。现在来到这边呢，这条就是大运河，我们现在要过去对面的马可广场那一区。要走到马可广场呢，你可以直接搭这个交通船过河，那也可以直接用走路的。这边过大运河唯一一条桥就是前面这一个，看起来蛮特别的，那我们就走路过去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现在已经走过来这边了，要横跨大运河的就只有这一条里阿尔托桥，所以它的造型是非常的不一样，很大的一条桥。现在来到这一区呢，这里就是最美的一区了。这里是威尼斯的马可广场，看一下我后面的这一排建筑有没有感觉像是用画上去的那种感觉，像我们在澳门的威尼斯河的时候，应该就是复制这一排的。那在这个广场呢，它有一个最有名的景点就在这边啦，这个是马可大教堂，大家看一下。它这个是有东西合并的这个概念，它是结合了拜占庭的艺术以及西方的哥德式的建筑。那看一下，这个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时候所建立的这个大教堂，所以它整个门面啊，全部都是很多这种雕刻，而且它的所有这些画作都是马赛克的艺术。那事不宜迟，我们赶快去排队买票了，走吧。看一下，一进来马可大教堂呢，就看到非常金光闪闪的马赛克的艺术。进来这里都是这些动物的马赛克的装饰。哇，不只是外观而已，连它这整个里面全部都是金光闪闪的马赛克的艺术。完全是不留痕迹的诶。这间马可大教堂真的是非常的壮观，然后看一下它的这个全部的建材，这些全部都是大理石的石材。意大利的教堂真的是每一间都是非常的厉害，没有一间让我们失望的。它也是汇集了所有威尼斯有名的设计师、艺术家还有画家一起联合打造出来的马可教堂。那据说马可的骨灰也是放在教堂里面的。这里还有一幅玛利亚的雕像以及一个画像。据说这个画像呢，真的由玛利亚画出来的。看一下整片这个威尼斯西湖这边呢，全部都有这种各式的大教堂。那我身后方的这间就是圣乔治马焦雷教堂。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是威尼斯的本岛，如果你还要再去逛逛别的小岛的话，就都是要坐这些交通船才会到的了。就只有这个本岛是全部可以以步行的方式行走。我们刚才从刚刚的威尼斯本岛呢，穿过了学院桥过来，现在就可以走到这边是一个圣母的教堂，那我们也过去那边看一下吧。现在来到了最后的这个景点了，在我的前方这里呢，这里就是安康圣母圣殿。大家再往前来这边看一下，从安康圣母圣殿这个小岛这边呢，看过去这一片就是威尼斯的本岛了。这边是看整个本岛非常漂亮的地方。那我们带大家进去教堂里面参观一下。结束了刚刚的这个教堂呢，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今天整天的行程是结束了。那这个这么美丽的浪漫威尼斯呢，绝对不可能是只有在这支影片就可以带大家全部看完。在这周边呢，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美丽的小岛，
而且就算在本岛里面非常的大，还有很多的运河啊、小桥啊，值得我们去探索。那在威尼斯呢，它也有一个潜在的危机，威尼斯的政府他们是一直积极的在寻求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，因为如果说人类再继续制造空气污染，导致全球暖化、海平面上升的时候，那总有一天威尼斯这个美丽的城市会被整个淹没的，所以现在一直在极力的寻找有没有这个解决办法，不过目前还没有完全找到一个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好好的爱护我们的地球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咯。拜拜。